向老三这闺女，这个月第3回掉河里了，傻子嘛，死不了，给她抬回村里吧。倒他腿，孙悟空上啊！向老三，你闺女掉河里了，死不了，扔那儿。这是哪儿？晦气，本来能赢的，死丫头，醒了就回家做饭。聋了？你踢我？踢你怎么了？啊！反了！闺女要杀亲爹了！向暖，你又犯病了，连爹都敢打！向暖，姐，是我不好，我不该天天欺负你，你别杀我！你是我弟，我饿了，有吃的吗？有，我现在就回家给你做。还有，从现在起，这个家我说了算。这是什么？收，姐，咱家就这点粮了。你们不是在那儿斗鸡的吗？没赢。输完了。所以家里没钱没粮，你们还能斗鸡？那不斗鸡干啥？工分不够，粮本上就这点儿。工分是什么？姐，你到底傻还是没傻？你连工分都不记得了，就是上工挣的，年底才分粮。年底？我不管年底不年底，今天我要灶台冒烟，带我去上工的地方。都别闲唠嗑了，瓜子先收一收，出工干活喽！咱按老规矩分，近的地块大家轮流来，远地儿几个人搭伙，手脚麻利点儿。今年庄稼长得旺，打理好了，秋后才能多收粮食。向老三家的傻丫头来了，我说向东啊，一个傻子就别记工分了呗，浪费粮食。你说谁是傻子？说你呢？怎么还敢打我？你是大队长吗？你凭啥说不给我记工分？你，大队长，我来上工，要是不给我记，我就让向阳去问问。哪条规矩说村里大妈可以替大队长做主？这傻丫头今天怎么这么会说话？你还敢顶撞长辈？向老三欠我们家的粮还没还呢，先把账清了再说。还有你说谁是大妈呢？我是你二婶儿，你现在连尊卑都不懂了。他欠你的，你找他，但你要拿这事儿卡我上工，那我告诉你，我从不翻旧账，我只喜欢现结。行了，别吵吵了。向暖，给你记工分，明天来上工。爹，大伯就给了这些，撑不过3天。3天后咱吃啥？这里有能接刺杀单的地方吗？啥？刺杀？你疯了，向暖，那是掉脑袋的。实在不行，再去你二婶家借点，反正我们家名声已经丑了，不在乎这1次2次了。那这附近有山吗？能打猎吗？有，后山。但是姐，后山有野猪，那野猪连壮汉都怕，队里不让去，危险。有肉就行，明天天亮带我去。闺女，那野猪不是闹着玩的。我没闹着玩，我要吃饭，要吃肉。今晚先凑合一下，明天开始我们家要每顿饭都吃肉。姐，咱回吧，野猪真会死人的。你见过死人？没见过。我见过，很多，野猪排不上号。来了。姐，你是人还是？搬回去。这是向暖打的。我姐一个人杀的，看见没？这是我闺女打的。我要去镇上卖肉，谁认识路？镇上供销社收肉，但要票。不要票的地方呢？黑市。但小姑娘，那地方可不是好人去的。谢了，向阳，背上猪，走。生面孔，知道这儿归谁管吗？姐，这是收份子钱的。我不管归谁管，
我要卖肉，你是买主吗？口气不小，你一个丫头片子，这猪是偷来的吧？我告诉你，这儿归强哥管，想出货先交5毛管理费，价格按我们的规矩定。第一，这肉是我自己打的，不是偷的。第二，5毛可以给，但交了钱能卖高价吗？那得看强哥心情。那我不交了。你再说一遍。我不想惹事儿，你叫能做主的人来，我只等10分钟，超过1分钟我就去别的地方卖。就是你在我地盘上闹事儿。我卖肉，你的人拦我，我以为你们是做生意的。做生意要讲规矩，你坏了我的规矩。今天起，你的规矩不作数了。上！我只想卖肉，你要谈生意，我们聊；你要打架，我陪你，但后果自负。哈哈哈哈哈！有意思，小姑娘，你这肉我全收了，按市场价，以后你的货我全要，怎么合作？你说。简单，我出货，你卖，利润3-7分，我七你3。3-7？野猪是我打的，你只负责卖，嫌少，你也可以选择不合作，我去找别人。成交。闺女，回来了，卖了多少钱？够吃几天？够吃几天是多少？闺女，你别走啊！我是你爹，我总得知道家里有多少钱吧？你知道了想干什么？我就是问问嘛。姐，爹肯定是又想上牌桌了。你小子闭嘴！我啥时候说要去打牌了？向老三，你听好了，这钱是我凭自己本事挣的，跟你1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你这话说的，我是你爹，咱家的钱我不该拿吗？你要拿，行，拿多少，干什么用，说清楚了我给，说不清楚1分没有。反了天了！我向老三活了40年，还没被自己闺女骑到头上过。你今天要么把钱交出来，要么就别认我这个爹。拿着，进屋去，锁好门。姐，进去。你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你不是说你是爹，应该拿钱吗？我开玩笑的。我这个人不开玩笑。啊！松手，松手！疼吗？老娘还治不了你了。你要是敢动我挣的1分钱，我让你连牌桌都上不了。开饭！我越想越气。又咋了？像老三那个傻子闺女，在大队上当着那么多人让我下不来台。我杨春华在梅花村活了半辈子，还没被一个小辈这样顶撞过。他也就是嘴上不饶人，你跟他计较什么？什么叫嘴上不饶人？我告诉你，向西，这个头不能低。要是让村里人知道我连个傻子都压不住，以后谁还把我当回事儿？那你想咋办嘛？他不是能从山上打野猪吗？我问你，这山是咱村的还是他向暖的？是咱村的。那就对了，山是村里的，野猪也是村里的。他打的野猪卖了钱，这钱就得飞，他凭什么一个人全拿？这道理是有道理，但是老三他……别提那个废物！我明天就去找大队长，我要让他向暖，把吃进去的给我吐出来。大队长，我有事儿要反映。啥事儿？向暖上山打野猪的事儿，你管不管？他打野猪咋了？那野猪是不是村里的山上的？野猪祸害庄稼，打了是好事儿。山上的东西是不是集体的？他一个人打了，一个人卖了，一个人把钱揣自己兜里，这不就是占集体利益吗？就是集体的东西，凭啥他一个人拿？大队长，这事儿你不能偏心。
那你们说咋办？我们现在就去向暖家，让他把钱拿出来，按人头分，或者以后不许他上山，集体的山凭啥让他一个人发财？去，你们别在这儿堵着，影响不好。向暖，有人说了，说你打野猪是占了集体的便宜，要你把钱拿出来分给大家。谁说的？我说的。向暖，这梅花村不是你一个人的，你要是想吃独食，全村人都不答应。大队长，我问你，野猪祸害庄稼的时候，谁上山打过？这……我再问你，这猪是我一个人打的，我一个人扛回来的，我一个人卖出去的，杨春华出了哪份力？山是集体的，山上的东西，山是集体的，那你家的鸡吃的虫子是不是也是集体的？你家院子里的野菜是不是也该拿出来分？我不是傻子，什么叫规矩，什么叫眼红，我分得清。你杨春华要分钱，行，你当着全村的面把你家的东西拿出来分，我立马拿出来。但我得提前说清楚，我这个人不喜欢被人骑到头上。你们想分我的钱，可以，分完后晚上睡觉记得都把门关紧了。向暖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只是让小心野猪。又来一个吃白饭的，看着细皮嫩肉的，能干啥活？哟，新来的。婶子您好，我叫沈清河，从省城来的。省城来的，读书人吧？一看就不一样。婶子过奖了。走，大队部往这边。我跟你说，这村里啊，有些人野得很，不讲规矩。你一个读书人来了，可得小心点。野得很，可不是嘛！这村里有个傻丫头，前阵子刚打死了人，从山上打下来的，你不知道吧？她现在连她爹都打，大队长都不敢管。打死人，这没人管吗？怎么管？人家说了，谁敢惹她，她让谁睡觉都关紧门窗。你说说，这还是人话吗？这是新社会，怎么能容忍这种事情？可不是嘛！像你这样知书达理的年轻人来了就好了，怎么着也能说句公道话不是？你看，那就是向暖家。向阳，一会儿去井边打桶水回来。好嘞，姐。那个闺女，汤煮好了，能不能……你喝的时候想想自己耳朵疼不疼了？请问这是向暖家吗？你是新来的知青，你找谁？我叫沈清河，刚来梅花村插队。有事儿？我听说你这个人在村里横行霸道，连自己的父亲都不放在眼里。现在是新社会，不兴打人那一套了。我不管你有什么本事，你要是再欺负村里人……谁告诉你的？这是谁说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事实。你连谁说都搞不清楚，就敢来教训我？我是读书人，我知道什么叫正义，不能因为没人敢说话就让你胡作非为。你刚进村，凳子还没坐热，听了几句闲话就跑来我一个陌生人家里教训我。这就叫正义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勇敢，特像书上写的为民除害的英雄？我只是觉得不能袖手旁观。你连关都没关过，哪来的旁？向阳，给他盛碗汤。啊，姐，他是来找茬的。被人当枪使了，进村到现在，说我闲话的人估计连口水都没请他喝。向西，你出来！咋了？叫魂呢？那个新来的知青被我几句话就点着了，刚才直冲冲的就往向暖家去了。你去挑唆他干嘛？向暖要是真打人咋办？我就是故意想激怒他，要是他真打人，就是扰乱上山下乡工作，这事儿可不小，够他喝一壶的。你这不是惹祸吗？万一知青先跟他动了手，那就
更好了，两个人都得好看。再说了，我早就听说了，这批知青里有几个不好惹的。要是沈清河在向暖那儿吃了亏，他那些同学能善罢甘休？向春华，你这事做得太绝了！绝？他向暖让我在全村人面前下不来台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他绝？我告诉你，向西，这梅花村有我没他，有他没我，谁也别想骑在我杨春华头上。哎呦，小沈，你回来了，怎么样？他是不是又发疯了？你别怕，婶子给你做主。婶子，刚才你跟我说的那些话，是你亲眼看见的，还是听别人说的？这有什么区别？全村人都知道。你拿我当枪使，他给我盛了碗汤，你连口水都没给我喝。小沈，你听我说，他那是假装好人。婶子，我是读书人，刚来是没错，但你不能骗我呀。你看吧，这把人得罪了不是？闭嘴！这能算完？一个两个的都想骑到我头上。姓沈的，你等着，你也被那个傻子灌迷魂汤了。你们都跟我作对是吧？那我就让你们看看，这梅花村到底谁说了算。那个向暖同志，我能进来吗？我是来道歉的。道歉？是你二婶告诉我的那些话。她说你打死了人，打了你爹，全村人都怕你。我今天去调查清楚了，你爹是赌输了才被你管教的，打死的是从山上冲下来的野猪，不是人。杨春华婶子说打死人是骗我的。你今天跑来教训我的时候，外面有人在看吧？有几个上公路过的人看见了。那你现在又来道歉，不就等于告诉全村人你被他当傻子耍了？我是不是又给你惹麻烦了？麻烦不是你惹的，你来不来，他都会找别的招。但你记着，在这个地方，脸面比命重。你今天让他在全村人面前丢了脸，他会记你一辈子。那我就更不能让他欺负老实人了。向暖同志，虽然我今天干了件蠢事儿，但从现在开始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我沈清河说到做到。向暖，沈知青，你吃饭了没？锅里还有骨头汤。那就再来一碗。这一个两个的都站在他那边，我这当爹的以后还咋混哟？不相信。今天把大伙儿召集过来，是有件事跟大家说清楚。前阵子向暖进山猎到一头野猪，本是给村里添了吃食的好事儿，可关于卖肉的钱款分配，有人反映不太那个。你这绕来绕去的，群众能听懂吗？我替你说，向暖打了野猪不假，可那野猪卖的钱呢，全进了他自己口袋。分肉的时候给谁不给谁，全凭他高兴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占集体便宜。确实没分给我家，我家倒是分了一块，但不大。野猪是我一个人打的，猪是我一个人扛下来的，皮是我一个人剥的。你们吃肉的，哪一个碰过那头野猪一根毛？听听，什么叫我一个人？你向暖不是梅花村的人了，你打的野猪不是在梅花村的地界上打的。集体的山上长的东西，凭啥成了你私人的？那你的意思是，我打了野猪，应该把肉分给你？分不分给我无所谓，但规矩不能破。集体的东西就得归集体。行，那咱们就说规矩。去年山洪冲了王大爷家的地，谁帮他垒的石头？是我。前年李婶家的牛掉山沟里，谁给拖上来的？是我。村口那口井冬天冻住了，是谁凿了3个时辰的冰？还是我向暖。那时候你们怎么不说集体的活？你凭啥一个人干？那时候你怎么不来干活？你干好事是好事，可这跟钱是两码事儿。你不交钱就是不对，钱我1分没花，野猪卖了32块，全在这儿。这笔钱上交集体，我没有任何意见。但有一点，谁要是想分这笔钱，就得当着全村老少的面
给我向暖立下承诺，从今往后，梅花村但凡有棘手难题、重活累活，你都要和我一样冲锋在前。山洪险情要主动抢险，寒冬风景要破冰取水，遇到野兽侵扰村民要挺身守护。能做到，你就有资格分钱；做不到，就安分守己，别贪心多嘴。这事儿咱们好好商量，没必要闹这么僵。王主任，您怎么突然过来视察了？向东同志，看来你们村内部针对集体收益分配的矛盾不小。是，您说的是，我们正在协调处理，马上就能平息矛盾。你就是打野猪的那位女同志？我是。有担当有干劲是好事，但解决集体内部的矛盾不能借助刀具施压，这种处理方式欠妥，影响不好。王主任，您可算来了，我正要向您反映，这个向暖不光占集体的便宜，还有更严重的问题。王主任，她一个未婚大姑娘，跟南知青同吃同住，眉来眼去，作风有问题，必须严查。你纯属无端造谣，那天向阳和他父亲全程都在院内。他爹？这村里谁不知道他连他爹都打？这种女人什么事干不出来？向老三，你倒是说句话，澄清一下情况啊！我不清楚，别问我，我啥都不知道。行事作风有问题。王主任，您是公社指派下来的领导，秉公处事。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：一个做父亲的，盘算着把亲生女儿转手嫁人，这样的行事，算不算作风正？哎，我没有，我从没这么想过。他跟王瘸子喝了一顿酒，收了20块钱，想把闺女嫁给那个40岁的瘸子。闺女不嫁，他就说闺女不孝。这种爹，要不要用刀跟他说话，他才听得懂？出了这样的事儿，你为何没有向公社上报？就算上报，也只是口头劝说几句。他转头依旧我行我素，到最后受委屈的还是我自己。王主任，今天您恰好在场，我索性把话说开。集体的重活累活，我从来没有推脱过。这次打野猪得来的钱款，我也全数放在这里。有人无端指责我品行有亏，那就请拿出真凭实据，拿不出证据，便是无端诋毁。杨春华，钱就在桌上，我做人行事坦坦荡荡，你若是还要继续告状，我等着。你别故意刁难人，我为难你。真要论长短，把你儿子向真高的事情说出来，大家自然心里有数。我不知道你在胡说什么，你不要凭空污蔑人。不想把事情闹大，就安分守己。大队长，这笔钱由你来分配，当着王主任和全村乡亲的面公平划分，该怎么分你来做主。那这笔钱就按照户数统一分配吧。向暖同志，你很能干，但是你的方法太极端了。邻里乡亲有分歧，应当好好沟通协商，不该言语施压，激化矛盾。我从没想过要出风头当英雄，今天在场所有人都看得明白。我只想问您一句，是谁故意搬弄是非，拿莫须有的说法，刻意损毁旁人的名声？从头到尾就是他在没事找事儿。王主任，您要批评我做事方式不好，我认，但做人做事得讲公道吧。谁先挑的事儿，您先批评谁，然后再来说我，不然下次再有人故意欺负我，我照样不会惯着。这个向暖性子太野，早晚要给你们村闹出大乱子。对，您说的是，我之后一定好好劝他，好好管他。王主任，您刚才都看见了吧？他也太嚣张了，明目张胆欺负我，您可一定要替我做主啊！刚才向暖提到儿子，到底是什么事情？下午之前把你们村近3年的工分表、所有分配账目全部送到公社，有问题我一查到底，要是没问题，你们村里的这些烂摊子自己看着处理。哎呦，闺女，白天在大队院里，我对着王主任真的啥也没乱讲，你可千万别记恨我。你确实没乱说话，但你从头到尾也没站出来帮我说一句话。我那不是没办法吗？你二婶那个人蛮横霸道，我实在不敢招惹她。你不敢，你玩的时候胆子比谁都大，卖闺女时候胆子比谁都大，现在连句真话都不敢说，你活着图什么？向暖同志，今天你当众顶撞了王主任，后续公社那边会不会故意为难你？肯定会，以他的性子，绝对不会咽下这口气。
回去之后，他会挨个排查我们一家人的底细，方方面面都要挑毛病。要是查不出任何问题，就转头去清查村里的公分、集体分配、财务账目。说白了，就是不甘心被我当众反驳，非要找由头拿捏我。那怎么办啊，姐？要查就让他查。我在梅花村活了20年，做人做事光明磊落，所作所为都摆在明面上，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。但村里有些人就不一样了，他们的那些脏事儿，根本经不起深发细查。姐，你这都磨半个时辰了，我从来没见过你对着一把刀磨这么久。你是不是还在琢磨那天王主任的事儿？那个人心眼小，记仇得很。我那天当着全村人的面顶撞他，他不可能就这么算了。按理说7天时间早该有动静了，可这几天村里风平浪静，一点水花没有。那不是好事吗？省得咱们天天提心吊胆的。越是没动静，越是不对劲。明面上不动我们，那就说明他们在背地里找别的突破口。我最近老实的不能再老实了，天天在家干活，大门都没怎么出，更没出去跟着旁人瞎混，谁也挑不出我的毛病。公社纪律检查组例行突击检查，所有人原地站好，不许乱动。你就是向老三对吧？有人实名举报，上个月初9，你在村后废弃窑洞，参与私下违规聚集，违反公社纪律，有没有这回事？我没有，我这段日子安分守己，啥违规的事都没做过。把举报人名字说出来，谁举报的？匿名举报，按照公社规矩，我们不能泄露举报人信息。是不能泄露，还是压根没必要泄露？你们心里比谁都清楚，到底是谁在背后搞小动作。向老三，跟我们回公社接受调查。别抓我，我不去，那都是上个月的旧账，我之后真的再也没碰过了。带走，我不去。闺女，向暖，你快帮我说句话，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吗？你救救爹。人家举报的是事实，又没有冤枉你，抓你的是公社干部。你想让我为了你直接和公社硬碰硬？向暖，你心肠怎么这么狠？你眼睁睁看着我被抓走，见死不救啊！姐，咱们真的就这么不管爹了？管，但不是现在。等抓他的人审完了，我去公社领人，向老三那胆子全都会招出来。招完了，他们对他的兴趣就没了。姐，那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是谁举报的？你爹全都招了，那现在能把人领走了吧？前后4次私下违规聚集，还供出来另外3个，全都是你们梅花村的人。人刚抓来还不到1个时辰，我这儿还没审完，你倒来得挺快。他自己都一五一十交代了，还审什么？向暖，上次在村里大院你当众让我下不来台，如今又找上门来要人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轻易放人？你抓我爹一开始就不是冲着他这个人来的，就12块钱的旧赌账，参赌的也都是村里普通农户，这点小事儿按规矩顶多批评几句罚点钱，压根用不着专门派抓赌队大动干戈。你费这么大劲儿抓他，就是想从我爹嘴里挖出别的事儿。你心思倒是通透，那我也就跟你直说了，我们收到线索，这片有人长期组织违规私下聚会，周边好几个村子都参与了，是我们公社重点督办的案子。你爹只不过是最底层的小角色，我真正要抓的是幕后牵头组织的那个人。组织的人是谁，我心里清楚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但我有几个条件。你说。第一，该交的罚款我来出。第二，往后公社这边不准再为难我爹半分。第三，你得告诉我，到底是谁写的匿名信？是杨春华，你亲二婶儿。前天晚上她特意跑到公社亲手递来的检举信，还特意嘱咐我多查查你，说一个连亲爹都管着的姑娘，身上肯定也有问题。行，组织的是村西头的王瘸子，今年42，左腿有残疾。他家地窖里藏着东西，后院柴房底下还埋着记账的本子。你现在带人过去搜查，要是搜不出东西，我甘愿受罚。快，带人去梅花村王瘸子家，把地窖柴房都仔细翻查一遍。是。你早就知道是王瘸子开赌局，怎么一直不向公社上报？上报有什么用？他那个地窖早年借着公社挖掘防空洞的机会偷偷改造，专门用来搞私下聚会。每次公社有巡查风声，他总能提前收到消息，等人赶了过去，早就清理干净一切痕迹，什么都查不到。
谁在背后给他通风报信？王主任，你心里比我明白，咱们公社内部都有人给他当眼线。我一个村里姑娘去举报，到头来抓不到正主，反倒让王瘸子记恨上我。到时候他暗地里使坏，遭殃的还是我们一家人。行了，跟我回家。闺女，我知道你是真心来救我。白天在院里我说你心狠，是我老糊涂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你糊涂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走了。还有件事儿，你也查查杨春华，他男人在队里管了3年账目，他还总往公社信用撤跑。他家既不养鸡，不养猪，也不做编织活，平白无故哪来那么多闲钱存？哎，你不是说抓亮老三就完事儿了吗？这都半夜了，怎么还没见人回来？他们去抓王瘸子了。谁说的？向老三根本不知道王瘸子的事儿，他只知道赌局在窑洞，不知道谁是设局的。那是谁说的？难道是……二婶，这么晚不睡，是在等我爹的好消息，还是在等王瘸子的好消息？你胡说什么？谁等谁的消息？那正好，今晚在场的都听着。王瘸子的地窖是杨春华的男人向西告诉他怎么挖的，牌是杨华出钱买的，人有一半是杨春华挨家挨户拉来的。我爹第一次去也是杨春华领去的。你血口喷人，你有什么证据？证据，地窖是你男人向西画的图纸，你们家应该还留着题稿。王瘸子已经被抓了，一会儿搜出账本，上面每一笔抽成都会写清楚，谁是牵线的，谁拿回扣。我当时不知道他要拿那图纸干什么。他说修地窖存菜。你毁了我，你毁了我们全家，你不得好死！你杨春华，你涉嫌暗中参与私下违规聚会，从中谋取私利，账本上记得明明白白。跟我们回公社接受调查。走。不是我，是他，是向暖害我，都是他设的圈套，他在报复我。我不过就是写了封举报信。举报信的事儿，明天再说。今晚先交代你自己的事儿。向暖，你帮帮你二婶，她再坏也是你亲二婶啊！我捞我爹，因为他再蠢也没想毁了我，他只是穷疯了。你老婆不一样，她自己过不好，就要让所有人陪她一起烂。闺女，这回真的谢谢你，我以后真的知错了。再也不出去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了。这种话你前后总共说了7次，我早就不信了。不过有句话我得跟你说明白，杨春华背地里搞小动作是他自己心思不正，从头到尾没人逼着你主动凑过去，你自己把持不住，做错了事本身就有责任。今天倘若不是我出面周旋，你现在连后悔的地方都没有。你姐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姐她自从上次掉进水沟被救回来之后，整个人就跟换了一副性子一样，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不过现在这样反倒更好，至少咱们姐弟俩，咱们这个家再也不用任人拿捏，平白受外人欺负了。昨晚上我起夜看见向西家灯还亮着，都后半夜了，窗帘子上头人影来回晃，能不急吗？他老婆被抓了，儿子在城里还不知道信儿。前天向西去公社打听，人家连门都没让他进。我听说啊，判了3年啊！这春华是坏，可这事说到底是向暖把他送进去的，一个村里的，至于吗？向暖这丫头下手也太狠了。我听说我娘被抓了，谁干的？哼，没人敢说。行，我自己找。村里要出大事了。向暖，志刚回来了，有人给他报了信儿，他连夜坐火车赶回来的，刚到村口，这会儿往家去了。他在城里跟人混了2年，包工头都怕他。他要是知道是你把他娘送进去的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向东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他娘不是我送进去的，
是他自己贪心不足，分黑钱写举报信，每一桩都是他自己做的，每一桩都够他进去。你跟我讲这些没用，你跟志刚讲去。他会来找我的。请问，沈清河同志是在这儿吗？知网，你怎么到梅花村来了？我被派到你们公社的学校教语文，离梅花村不远，今天正好没事儿，过来认认路。顺便听说你在梅花村过的苦，给你带了几个苹果。太客气了，这怎么好意思？跟我还客气什么？我听说了你们村的事，那个叫向暖的姑娘是真的厉害，一个女人把涉赌局的坏分子送进牢房，这在咱们公社都是头一桩。清河，你真跟这样的人物住在一起？人物不人物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是谁啊，在这问东问西的？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佩服。你就是向暖同志吧？你别误会，我跟沈清河是朋友，就是来看看他，也感谢你收留他住在你家。他不是我收留的，是大队安排的，你要谢大队长。他脾气还真大。他不是脾气大，他就是不太会寒暄。向暖，2年不见，你现在倒是不傻了。城里的饭吃不下你了，回村里来了。别给我扯这些，我回来只为了一件事儿，我娘是不是你弄进去的？你知不知道你娘干了什么？不管她干了什么，她是我娘。好，我就跟你直说，你母亲和王瘸子私下组织赌局，谋取不义之财，周边3个村子不少人都参与其中，他还暗中造谣举报，污蔑我品行不端，也无端指责我父亲参与赌博。他为了刻意针对我，四处散播流言，诋毁我的名声，还当众颠倒黑白，诬陷我。你娘做下的这些事，早已触犯了规矩。你当真觉得是我检举揭发的？你说的这些，我不信，我娘不会做这种事儿。不信？这是王瘸子的账本，王主任给我留的一份抄件。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你娘的名字在上面出现了47次。你要是不识字，我让沈知青念给你听。就算这些都是真的，她是我娘，她对我好，她供我吃穿，她在外面是什么人我不管，谁动我娘，我跟谁没完。行，那你打算怎么没完？你说呢？你敢动我姐试试？向阳，你一个小毛孩子，别找死！谁找死还不一定呢。你娘害了多少人，你知道吗？她活该！向志高，你敢动我的人？这是替你爹教育的，他不是你爹亲生的。你爹欠我家的赌债还没还完呢。你给我听好了，第一，我爹欠你家的那是你娘设的局，吃了吐的钱早就2清了。第二，你今天动我的人，王主任现在还在查你娘的事情，你爹向西管账的底子也没干净到哪儿去。我会主动找王主任聊聊今天的事儿，我让你全家陪着。向暖，你等着，你把你爹捞出来了是吧？行，我看下次你还能不能再把他捞出来，咱们走着瞧。对了，我娘的事儿你也作证了是吧？行，你也有份儿，等着。姐，我去打死他！站着，别动。他骂咱爹，他还打了我，我不能忍。向阳，你听着，他打你一巴掌，你还他一拳，这事儿就变成你们俩的事儿了。打赢了有人找你，打输了他打得更狠，他巴不得你动手。进屋，把嘴洗一下，回头我让沈清河找点药脚。你刚才站出来干什么？你一个人扛着，他就觉得你好欺负，多一个人站着，多一份底气。以后别乱站，他是冲我来的，跟你没关系。我住你家，吃你家的饭，你的事儿早就跟我有关系了。向暖同志，
我觉得你应该小心一点，那种人一看就不是讲理的。你一个姑娘，家里就一个弟弟和一个，总归是不够的。万一他半夜来找你麻烦呢？你是担心我，还是担心沈清河住在我家不安全？向暖同志，你这话说的，我当然是都担心啊。沈清河是我朋友，他被安排住在你家，你们俩谁出事我都要难过。那还真谢谢你了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向志刚这种人，城里混过2年就当自己长了3头6臂。我向暖活了20年，什么阵仗没见过。他要是真敢使什么小绊子，我就让他知道，这世上不是只有他一个人会耍狠。他真厉害，一个女人对着那种野狼一样的男人一点都没怂。我刚才都听见了，我让你全上家陪着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他那声音我听着都起鸡巴疙瘩。他是被逼出来的，不是天生的。你倒是挺了解他。住了1个多月了，多少能看出来点。清河，我问你一件事儿，你对他是不是有点意思？你说什么？我对向暖同志是尊重，他不容易，一个人撑着那么大一个家，还要被村里人算计，我是真心。跟你认识6年了，你瞧他的时候那眼神就跟看神仙一样，你从没这样看过我。沈清河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如他？你扯到哪儿去了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有关系。我从省城跑到这个地方来教书，不是为了响应号召。我是听说你在这个公社，才主动申请调过来的。我不逼你现在回答，但我来梅花村不是为了送几个苹果。他向暖再厉害也不识字，你沈清河读了那么多书，跟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人。志远，你搞错了一件事，向暖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她是没上过学，但她知道怎么护着一个家。你也是个好姑娘，但我现在没心思想这些。向志刚放话了，3天之内他要有动作，我住在他家，我不能让他一个人扛。清河哥，我不会让你陷入危险的。向暖，你一个村里的丫头，凭什么？向老三，向老三，是我以前一块推牌九的，你不记得了？你忘了去年腊月在公社后面那个煤场，咱俩一块打牌，你那天输了，临走还跟我说下回一定翻盘，记起来没？你咋找到这儿的？打听呗，费了好大劲儿才打听到你住这儿。向老三，明天下午公社广播台后面那个废弃偏院有人组局，都是认识的，没外人。你要是手痒就来玩啊。我闺女不让我出门，那你就别出门呗。不过老哥，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你闺女管你管得跟犯人似的，你还真就认了？一个大老爷们儿连翻个窗户都不敢？李老师，下午没课？没有，就批批作业。听说你最近经常去梅花村，那块的人可不好打交道，尤其是那帮妇女，泼得很。其中有个叫向暖的，不仅天天打他爹，还上山抓野猪。你说说，你一个女孩子家的，这不是泼妇吗？宋老师，梅花村那边不是要开展运动吗？要派教员去教不识字的人学文化，我想申请负责梅花村。你可是省城来的，去那种地方多受罪。再说梅花村那帮妇女，你教他们得先给他们叫到教室里来。有的人就得好好教，不教他识字，他永远不知道自己站在什么位置上。向暖，向暖同志，我又来了。清河哥，
我给你带了梨。志远，你不用每次都带东西。哎呀，向暖同志，你这衣服晾的比我晾的还好。不过我们省城晾衣服都在阳台，没什么风，不像你们这儿院子里到处跑鸡跑狗，晒个衣服还得躲着地上的鸡屎。对，我就是这儿鸡拉鸡屎，猪拱叫圈，人活人的。你们那边没见过，不习惯。我倒是习惯了。向暖同志，我今天来其实还有件事想跟你说。你想说什么？公社最近在搞运动，每个大队要派1名教员教不识字的人学文化，我负责梅花村。我想了想，梅花村最需要帮助的人可能是你，毕竟你现在是我们公社的名人了，但贴的告示你还要清河哥帮你念。你说你要识字的话，以后还怕谁欺负你？李老师，你说完了，轮到我了。第一，识字我不在乎，我不会因为不识字就少活一天。第二，你要是真想教人识字，去教向阳，他比你教的所有学生都好学。你要是只想在我身上找优越感，换个人，我不奉陪。志远，你刚才那些话确实有点问题。有问题？我说错了吗？他不识字就是不识字。沈清河，你以前在知青点的时候，最看不上的就是睁眼瞎，怎么现在你倒护着一个文盲了？因为你说那些话的时候，是在拿他的短处当柄，一下一下的敲他。我认识你6年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是省城来的，你读过那么多书，你应该比谁都知道，一个人的价值跟认不认字没关系。沈清河，你变了。他没有文化，他没有家庭，什么都没有。他没有的东西我都有，你图他什么？你说说啊，是什么？沈清河，沈清河，你不说是吧？告诉你，那我偏要教，我还要教的全公社都知道，让大家看看到底是谁在帮谁。向暖同志，你不是厉害吗？可你从来不识字，你愿意一辈子当睁眼瞎吗？我教你，免费教，教到你会写自己的名字为止，你接不接受？行，你教，但我有条件。教室里不止我一个，向阳也来，村里谁愿意来都来。你不是要教梅花村吗？那就教全套。好，第1节课明天晚上，地点就在这里。行，我摆桌椅。拿去洗了，他带来的不吃也是坏的，浪费粮食跟浪费命一样。2点50了，他来了没？昨晚他那猴急样，鞋都没穿好就要翻窗户，我估计掐着点来。等会儿他来了就按我说的来，开头让他赢2把，让他觉得今天手气好，等他上头了再一把一把吃，别让他赢超过10块，也别让他输太快，要有来有回，温水煮青蛙。等他输干净了，让他签这个。志刚这招够阴的，200块就算是他闺女也还不起，最后还不是他家说了算。哎，来了来了，就这儿，没人。老三，多少年没见了，来坐坐坐，就咱仨，还有一个等下来，不急不急，先倒点水。怎么个玩法？老规矩，1点2点的不大，玩个乐子。老三，你先摸。手气不错。再来。二狗，这把我压上了。二狗，再赊我一点，我手气马上就转了，我有感觉。老哥，
不是我不吃，你这都赊了多少了？上一把的还没给呢。这把肯定翻，我压这个。就这些了。大哥，你这房子是后来分的还是自己盖的？我听说你家那院子不小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不许动！全部趴下！疼！放手！你是谁？放手！谁让你来的？我不知道，有人给钱我就办事儿啊！回去告诉向志康，他要想见我，不用绕这么大圈子。我明天晚上在家等他。他要是再敢动我爹，下次按住你的人就不是我了。爹就是手痒，爹就是手痒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你出来一下，我有事儿跟你说。今晚有人来敲窗，要我爹明天翻窗出去，说是打牌的旧相识，要把他引出去了。向志刚要动我爹，他只会这一招，设局让他进。你要我做什么？明天下午3点半，你去找王主任，就说梅花村有人在废弃偏院里打牌，让王主任带3个人从偏院后面绕过去，前门留给我。这里还有一张欠条，只有单方签字按了手印，能看出是刻意借机索要财物的凭证。你收好，这都是关键证据。向南同志，今天要不是你，这个局我们还抓不住。不过我得说一句，你没事先跟我们商量，一个人堵后门，万一出事怎么办？我不会出事的。我按你说的3点半去公社，王主任来现场没有？刚好到，赖三抓了，二狗跑了，我有话让他带。你受伤了没？没有，只是脏了点土。他什么时候来的？4点半就来了，说是要等你回来上扫盲课。向暖同志，你既然答应了上课，就该准时回来等老师。我在这儿等了40分钟，办了点事儿，耽误了。今晚的课还上不上，你说了算。娘，你以前想扳倒他家没扳成，这一次我不打他，不骂他，也不骗他爹赌钱，我就坐在这儿等他来求我。吴叔早，我查个档案。你是向西的儿子？对，我叫向志刚，我来查我爷名下的田契底册，家里有点事儿想确认一下。有3间正屋地基，猪圈1间，柴房半间。你爷的田契还没改名字，继承人共有这些东西，要分要改，得3方签字画押，到所里来变更登记。吴叔，我能不能抄一份？就这几个名字和编号，回家让我爹看看。谢谢吴叔。志刚，你来干什么？婶子，我来找我叔说句话，不是来闹事儿的。说，今天早上我去公社查了我爷的田契底册，他名下的房子，包括向暖住的那3间，继承人写的是你、我爹、三叔3个人，名字还没改。志刚，你想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就是想让您知道，房子不是他向老三一个人的，他现在住在里面，我没意见，但我随时有权主张要回来。这跟开大会揭短不一样，这是法，这个道理您应该懂。志刚，你跟你娘一个毛病，什么都要算计。当初他坑向暖他娘，害得人家病死，你爹帮着他做假账，害得向老三一辈子抬不起头。这是你娘欠向暖家的，你心里不是不知道。说，那不是我今天要说的事儿，我今天就说田契。你就不怕遭报应？
我娘已经吃报应了，我收回我家应得的地，这不叫欺负人吧？我待会儿去向暖家跟他聊这件事儿，您要是想来做个见证，欢迎您来；不想来，我也不勉强。向东，他说的那个田契是真是假？要是真的，向暖家那房子真不是他家的。真的，分家那年田契就该改，谁都没去改。我爹死了快20年了，名字还冻在公社的册子上。志刚这个混小子，他不是要房，他是要逼死向暖。那你就更不能去，这事儿跟咱家没关系。向暖他自己能打能扛，让他扛去。你要是去掺和，回头志刚把咱家那一份也咬上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迈出这条门槛去帮他，我就带着孩子回娘家。我说到做到。你要拿什么？田契。你知道了。你回村就不是回来探亲的，你是回来替你娘出气的。爹，娘当初坑向远他娘的时候，你帮他做了假账，后来他设局骗向老三的时候，你也没拦。你在家不吭声，坏事都是我娘在做，你就在旁边递个秤砣。所以现在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好，今天第一课，向暖，你来写一下这个字。向世刚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向暖，我问你一件事儿，你家这房子的田契上写的是谁的名字？麦长林，田契编号794，继承人有向西、向东、向南。法律上这3间房子不是你们家的，至少不全是你们家。我爹有一份，大伯一份，你爹只有一份。你们住在里面我没意见，但占着大家的房子不吭声，这事儿总要有个说法。向志刚，你拿一份20年前的旧田契来找茬？分家的时候我还没成年，现在我来改也不晚。要么3家1人1份，要么他折价买下来。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，可以慢慢谈。说完了没？说完了，你就把田契带着跟我一起去公社，不是去改名字，是举报你娘私藏田契，隐匿共同财产，涉嫌伪造继承关系。你娘当初欺负我爹不识字，拿假分家协议骗我爹签字。你可以回去问问你爹，当年我娘快走的时候，向东来看过他，对我娘说了分家协议得改名字。向东可以在你面前沉默，可以在他媳妇儿面前沉默，但他不会在公社主任面前沉默。向暖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今天来是跟你谈的。你要是敢把我娘再往泥里踩，他已经站在泥里了，不是我踩的，是他自己跳的。向暖，你觉得你赢了？我今天本来可以不来的，但我就是想让你知道，你欠我家的，你不承认，我替你承认。你娘欠我家的，我从头到尾没让你还，你倒先来找我要。你怕什么？怕连累你，也怕连累娘。田契上查出来的账，当初是你和娘2个人联手干的。要是向暖真把向东叔请到公社作证，志刚，消停吧，别跟我和你娘一样，你越掺和，我和你娘罪越重。志远，不用每次都送饭，我有腿，我自己会回去吃。你只是暂时担任村里的广播员，不用这么卖力的，清河哥。又是他，你住在一个没嫁人的姑娘家，广播里翻来覆去提她名字，传到领导耳朵里，是你的作风问题，还是他的名声问题？这就对了，清河，你什么事儿都这么周全。对了，下周扫盲考核，我出题，你表扬谁我就考谁。你跟石青是不是在处对象？师傅说你天天给他打双份菜。他在省城就这样，写起稿子就忘吃饭，我不给他带，他就饿着。般配，省城对省城，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。你要是跟他成了，咱学校双喜临门啊！这礼拜第几回了？送饭、送笔、送教案，省城的姑娘追男人比咱村里的还主动。人家那叫般配。沈知青是省城知识分子，李老师也是。那向暖整天就会劈柴，上次在黑板上写名字，李老师说他那字儿像劈柴，一个写字像劈柴的，拿什么跟人家比？这本《呐喊》你从省城带过来的吧？
我记得你家书架上还有一本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书姐都脆了。咱俩一个翻页，一个挡着书姐，看了2个下午，你还记不记得？记得，你送我的，扉页写的是给未来的文学家。那时候我以为你会当作家，清河，咱俩这样像不像又回到了那时候？你写东西，我在旁边。以前是在省城，现在是在公社。志远，我们走的不是同一条路了。沈清河，你说走的不在同一条路，那我让你看看你那条路上的人下周怎么在全公社面前丢脸。今天下午有人说我拿什么跟李老师比？沈清河，你要是觉得住这儿麻烦，随时搬走。你帮过我，我记着，但我用不着一辈子欠着你。我住在这儿不是因为房租便宜，我住在这儿是因为灯虽然暗，但有人坐在旁边；饭虽然粗，但有人一起吃。像那我之前说，是为了一个不太会写自己名字但永远不说软话的人。那句话不是客气话。知道了，灶台上有窝头，吃完早点睡。为真实检验扫盲成果，经教办研究决定，本次汇报改为现场抽题，即兴口述。每人抽题后准备3分钟，上台时间不少于2分钟。向暖同志，第一个，请。这怎么写？他连拼字都认不全吧？你没看出来，李老师就是故意的，第一个上台抽最难的题，这是要他当众出丑。我就说嘛，一个劈柴的拿什么跟人家比？这回不用比了，3分钟让他自己现原形。下一个，梅花村向暖同志，请上台。我最敬佩的人是我娘。我娘走的时候我才12岁，她临走前跟我说，人这一辈子只有自己能救自己。她到死没求过一个人，没求过公社，没求过亲戚，她就那么扛着，扛到扛不动为止。我敬佩她，但我不想活成她那样。她一辈子太苦了，她教会我怎么站着，但她来不及告诉我，站着的人有时候也需要旁边有个人。我敬佩她，但我不学她。我学会了求人，求隔壁的知青教我写字，求弟弟别辍学，求我自己别认命。这就是我的汇报，谢谢。清河，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？我感觉你一直在疏远我。你没有做错，是我自己在把事情想清楚。想什么？想他？清河，你和他不是一个世界的。今天那个抽签箱里，我最敬佩的人只有一张，只有一张男的。你把他放在了第一个抽签的位置。向暖，你给我等着！知允，我们不可能的。打动不了他，那就让他别无选择。你要的广播稿素材我整理好了。你进来坐，我有正事跟你说。公社通知我，下个月有调回省城的指标，我在想要不要申请。你想回去？我当初申请来这个公社，是因为这里有一个人，我跟着他来的。你在省城的时候不是这样的，那时候你衬衫上都是墨水和纸灰。咱俩在你家书架前，你翻书我抄笔记，那个午后的太阳晒得书都发烫。你跟我说你想当作家，那时候是在省城，现在是在公社，已经不一样了。这件事我已经想清楚了。我知道，扫盲大会之后我就知道了，所以我才想回省城一个人回去，就当这3年来我什么都没有等过。清河，就让我抱一下，最后一次，我下周就走了，以后再也不见，就当告别了。锅里还有窝头吗？李老师找我有点事儿，忘了吃晚饭。有。向暖，我今天跟他把话说清楚了，我留在这儿，不回省城。我知道了。
你几点起来的？睡不着。调回省城的申请批下来了，下周走。一路平安。你真的不觉得可惜吗？我们认识这么多年，可惜的事情很多，但最可惜的是把一个不该留的人留在身边，让他每天都觉得自己只是另一个人的影子。你回省城吧，那里有你该过的日子。香暖，这个给你。沈清河，昨晚我都看见了，你不用解释。你们在省城一起长大的，我早就知道，我没资格说什么。我只是觉得，你不用为了我留在梅花村，省城更好，你应该回去。你看见什么了？你告诉我，你看见什么了？我看见抱着他，他趴在你胸口，你站在那里，一动没动。他攥着我袖子哭，胳膊肘这里旧衣服。他说他要回省城了，告别，抱一下。我没有抱他，向暖，我没有。那他为什么？他故意的。窗户不关，院子里没人，花露水洒了半瓶。他就是想让你看见。他太高看我了，也太小看你了。你还记不记得扫盲大会那天，你站在台上说你娘，你说我学会了求人。向暖，你不用求，我一直都在。我不会写你的名字，你教我。